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这个频道是关于向全球最优秀、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的频道。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会收到推送，而不会错过了。那在美国，在这个硅谷的职场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中国人在做，比如说产品经理，或者以前是做技术的，或者是做财务的，或者是做战略的。很少我们看到有优秀的销售人员，他怎么样来到美国，并在美国的职场为中国人打开一片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非常敬仰的一位雪哥。雪哥他曾经是中国的顶级销售，哈佛 MBA， 那么现在呢在谷歌做销售战略。那一个顶级销售出身的他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有请雪哥。好的，那雪哥欢迎你。那能不能请你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可以，没问题。先感谢大舅邀请我来这个非常棒的一个访谈。然后我先说一下，非常佩服你的这个执行力，因为记得上一次见面，或者说我们去年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以后，去年5月份我面试谷歌的时候，从新泽西跑过来，然后你专门在那个谷歌云的办公室接待了我，然后第一次跟我讲到你要做这个访谈，要做一个内容的一个频道，然后当时听了以后没有特别多想，然后过几个月就做下来了，然后现在1年以后做的那么大，非常非常的佩服。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把你就是放在我脑海里了，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candidate 来做这个节目，因为等会雪哥会讲到他的这个演讲生涯，因为他的这个演说能力是很强的。能不能先说说看，比如说你的大学和国内的工作经历？可以，没问题，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回到最初的起点，我是在四川北部山区的一个县城叫做望苍县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回到了四川，在四川大学读了一个研究生读的是这个高分子材料，也是跟化工有关的。然后我在做研究生的过程中呢因为那个真的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跟化工相关的研究生的生涯，就是你每天要去做实验。我有一个反应釜，然后每天我得守着那个反应釜8个小时，调温度、调压力，去合成这个化工品做到大概1年。大概我是3年的一个项目，做到1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其实不太想做科研，然后呢，就下定了决心说我要做这个跟商务相关的东西，然后就决定去做销售，然后毕业就加入了通用电气。通用电气当时在不同的学校会有校招，然后来到我们学校，我就加入他一个叫做这个管理培训生的项目，然后到了上海，到上海呢大概过了6个月吧，通用电气就把我所在那个部门给卖掉了，我们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销售，本来要轮岗我就没有轮岗了。然后销售做了大概6年，做到我离开的时候，我负责公司一条产品线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有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负责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销售，非常非常有收获的6年，真的就是1、2、3线、4、5、6、7、1、2、3、4、5、6、7、8线的城市到处跑，去各地的工业园区推销我们的这个化工产品，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到了大概12年的时候，11年的时候吧，做了决定，来美国读 MBA，那个时候大概30岁左右，然后觉得说一直没有到国外生活学习过，都没有出过国，然后就想着可能再不行动的话就没机会了，然后就到了哈佛去读 MBA。读 MBA 以后呢，就14年毕业，从14年到去年的夏天，一直在一个叫做大都会保险的保险公司工作，然后在纽约待了1年半，在新泽西待了3年半，大概到了第4年的时候，意识到说这公司挺好的，挺适合养老。但是对于我这个职业不算早期，算中期吧，想要再往前走，想要发展的快一点的话，到高科技行业会比较好，因为这个 tech 增长整体来讲要比保险快很多。然后花了很长时间，也跟很多谷歌的前辈去聊天，包括大舅，还专门打电话过来咨询，说谷歌情况怎么样，什么地方可能会有机会。然后去年呢就进入密集的面试，然后8月份加入所以现在从新泽西搬到湾区已经1年了。好的，这个简单的经历就是这样，但我相信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首先我想问的就是，你当时这个从销售角度来说哈，和你后来读 MBA， 你是如何申请到哈佛的 MBA 呢？因为我不是非常经常看到你这样背景的人去申请到顶级的 MBA， 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背景的人不喜欢申请 MBA， 还是 MBA 更多的倾向于可能比如说像咨询投行科技或者是快销之类的，对吧？那你能说说看你申请 MBA 的经验分享吗？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第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的人不太倾向于去申请 MBA。其实在当时我做销售做6年，认识非常非常多整个化工行业全国的销售，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一点不比在其他行业的顶尖的人才差。但是问题是在于没有这样一个氛围，没有这样一个风气，大家可能对这条路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很少有人做这事儿。我当时为什么能申请上？我觉得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竞争。太谦虚了我2011年申请的时候，我都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说，当时在大中华区我所知道的化工行业做销售，然后又申请北美，
比较好的商学院的人加起来一个手应该能数得过来。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那个 PO 的那个竞争是多么的不激烈，对吧？相对于这个投资银行或者咨询来说，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在起跑线上了，因为我这个 PO 的竞争力特别小，没几个人申请。那你去哈佛读 MBA 的时候，你当时要如何来规划你未来职业呢？对，最开始其实走了很多弯路。最开始的时候说我要做资产管理，想的还挺坚决，但是刚来了学校以后，接触到学校提供的资源，跟一些学校的教练聊了，然后跟很多在学校里面认识的同学，他们以前在去 HBS 以前是做这一行的，跟他们进行了很细致的交谈以后呢，了解了资产管理到底什么样一种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就意识到这个不是适合我做的事情。说一下，我也很想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工作状态。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孤独。有人会把这个资产管理，比如说你去一个mutual fund，你去一个 hedge fund，你去做一个那个 analyst，或者做一个 portfolio manager，相对来说是比较 research heavy，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行业、研究公司，要花很多时间去挖掘这些股票的价值。回到我刚才说的，我在那个做研究生的时候，做了1年就发现我是一个特别不适合搞研究的人。我希望我的工作中呢，有一部分我希望我能够，有一部分时间我希望我能去思考，但是更多的时间我希望我能够跟不同的同事不管是这个公司内的同事还是公司外的客户去进行一个交流。是的，所以当时很快就把这条路给否定掉了。然后后来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没有想明白毕业想做什么，然后误打误撞呢就加入到了这个一个保险公司，它当时有个挺好的一个全球的轮岗项目叫大都会。好，那后来呢，你去大都会做领导力项目，那就继续回到了 corporate， 回到公司的这样一个事情。对。后来你又觉得科技公司比较好，那么这又回答一个问题了：如何从一个非科技行业转到科技行业？那这个当时你是怎么做到的？2点特别难吧。第一个是我的这个跨行业是发生在我职业生涯相对来说比较中期的一个时间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这个行业本身跨度还挺大的。我在保险公司做了不同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轮岗项目，但不管做什么事情，保险和高科技行业这2个行业的区别还是很大很大的。是的，因为这2点呢，导致我这个过程极其的这个坎坷。按照我自己的经验，第一点就是先找准一个方向，因为高科技行业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范畴，对不对？我大概在18年的时候投了，不夸张，我在 LinkedIn， 然后各公司自己的网站，包括其他的一些求职网站，投了可能有将近100份简历，但我拿到面试是0，就100多份简历里头是0，真的是0，不夸张。这个行业转换。所以当时就深刻意识到说，这东西比我想象要难多了，然后转换了这个策略。第一点呢，就开始不是这样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海投，很快就确定了说，我这种情况反而是小公司不会来要我。初创型的创业公司，或者说在未上市之前的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小的公司，有道理。B 轮、C 轮的公司，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技术背景。只有当公司做到像 Google、Facebook、Apple 这么大的时候，他才会有一些非技术背景的人进来做一些包括战略、产品方面的东西。同意。所以我转换的策略说，我就看3家公司，我就看 Amazon、Google、Facebook。然后第2个策略的转换就是意识到了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靠自己的校友圈。这是就听众里面如果将来有希望申请 MBA 的话，MBA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这校友圈真的是特别强。我后来呢是大概就用 Google 举例子吧，我可能我在 LinkedIn 包括学校自己的这个校友网站上面，我可能找到了30多个人。HBS 校友还挺给力，我30多个人最终回复我的可能有16、17个人，就大概有50%这个几率，别人愿意回我，然后跟我在电话上交谈一次，然后就慢慢的就通过跟不同校友聊天，然后呢慢慢的对这个公司的业务越来越熟悉，知道了自己应该可以去哪些方向，然后呢也通过一些校友的介绍拿到了一些面试。就这样慢慢整个过程可能持续了1年半时间。还有一个挺重要，就是我自己走过来的路，就是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熟悉你想换去的那个行业。比如说我想去高科技，我后来决定了说 Facebook、Google 我很感兴趣，然后2家公司其实挺类似，都做这个数码营销，对不对？都做 digital marketing， 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个数码营销怎么回事，这里头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里面都有哪些环节，每个环节里面有哪些公司。另外呢，为了真正懂得谷歌的产品当时也是靠我们这届有一个同学，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他人在上海，但呢他们生产一种特别漂亮的那种香炉，他就在网上在 Amazon 在 Google 做广告来卖这个香炉。我就说你在 Google 有个账户，我来帮你经营这个账户你让我来操作，你有风险，可能我给你做没关系，广告费我来出，我就帮他出广告费，出了几个月广告费，然后我自己来学。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记了很多东西，后来发现说自己不上手，自己不去犯错误，真的就是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一点。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同意。从传统行业想去高科技行业，除了刚才我说的，你对
你的目标公司的产品要特别熟悉以外，另外一点，我当时花很多时间就是去学这个数据分析。因为谷歌基本上所有的我了解到的绝大部分的，即使是做战略的职位，都对数据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公司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这个业务产生大量海量的关于客户的数据，内部的数据、外部的数据。所以我自己花时间去学那个 SQL，然后学了一点点 Python 现在也用不上，一些 high level 的一些跟这个data science 相关的一些理论，所以这个过程就学到的这些东西，在面试的过程中对我帮助也挺大的。许哥这学习能力很强，就是有什么需要的就学什么，然后也不管这个跟自己背景有没有什么关系。再问你怎么学呢？你当时怎么学？是网上上了个课吗？还是咋？AdWords 刚才说了，我就上手学，对吧？然后SQL 具体讲 SQL 的话，我在网上上课，我当时用了一个叫做 Code Academy，做一个 plug 给这个网站，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免费的一个网站。但是现在 SQL 是一门非常在高科技行业非常这个普遍的语言数据分析用的，不是特别难。很多网站，包括 Coursera、Udemy 都会有这种免费的课程。18年开始下定决心要换行业，然后开始学东西，发现要学东西特别多。在学东西之前呢，我先学了一个怎么学东西。对，这课我还挺想跟大舅还有就是你的听众推荐一下，叫做 Learn How to Learn， 他就讲这个学习的方法论。就我感觉最起码我在中国这个教育体系里面长大，没有在任何的阶段接触到过说怎么学习。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职位吧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 Manager， 对吧？销售战略和运营经理，能够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吗？可以，没问题。我当时选这个职位很重要，选这个 function 就是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换行业其实已经跨度很大了。我既换地域，我从新泽西，然后到了这个西岸，我又换这个行业，我是2个都换了。然后我想，职能部门这个最起码你得有一些这个相关性，不然的话别人根本就不会要我。所以我过去这几年在这个大都会基本上就做战略，做不同部门的战略。然后呢，之前自己是做销售出身的，就真的是前线的销售所以想销售战略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结合，对吧？所以当时是这样决定的。那这个战略销售具体做什么？是像这个咨询公司给客户提供一个方案那样子吗？对，我们这个销售战略部门呢是公司内部的一个销售战略部门，不是就我们的客户不是针对外面，是我们的客户退回来一步讲哈，销售战略怎么定义？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申请 MBA 的时候，就是 leadership 怎么定义？你问100个人可以给你102个答案，对吧？它这个定义在不同的公司，哪怕在 Google 同一个公司，不同的业务部门呢，这个销售战略它可能做的事儿完全不一样，定义也完全不一样，它跟别的部门的关系可能也完全不一样。那具体讲我所在的部门，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背景信息。我在谷歌的广告部门，所以我们俩属于一个大的部门，对吧？我在谷歌的广告部门，然后谷歌的广告占到了整个谷歌营收的，你在年报上可以看到85%到90%的这个营收来自于广告。广告呢又分到2块，一块我们叫大客户部，一块我们叫中小客户部。我在中小客户部。那中小客户部呢，我们面临什么样一个挑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就让你知道说我们整个部门那么多人，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然后呢，你就知道我干什么，就是我们这个销售战略部门，其实他做的事情就是去回答这些问题，帮公司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吧？我们面临一个终极挑战，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客户群体进行有效的划分，然后呢，给他们匹配适当的销售资源，从而来最大程度的帮助客户，同时帮助谷歌增加它的销售额。这是我们的终极挑战。然后为了要解决这个终极挑战呢，我们要回答几个问题，这就是我和我的这个团队的我们所有人，我们大概有100多个人的一个战略团队我们每天就在想说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你怎么把这些客户进行最有效的划分，把它分类成不同的这个客户群体，就了解他们了解你怎么给他做服务呢？对，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话，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维度可以去切这个客户，对吧？你可以从客户的这个销售额来切，你可以从他的地域，从他的行业，还可以从他的一些隐性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对于这个数码营销有多少经验，他是一个没经验的客户，还是一个特别懂的客户，同时还可以按照这个不同的渠道，有直接的客户直接花钱到这个谷歌上面来做广告，还有客户呢，他通过这个数字代理人或者我们叫 digital agency，通过这种 agencies 来做广告，第三方帮他做，所以重点就是说，第一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工程，你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维度对客户进行划分，然后把客户划分好了，我们把客户比如说划成随便乱举个例子20个不同的群体，然后第2个问题你要回答的是 ，OK， 每一个群体，你看一下这个客户的群体，它有哪些共同的特质，然后根据它共同的特质，我们应该给它匹配什么样的销售人员，对不对？然后这个销售人员是几个，然后呢，多少个销售人员，然后为了每一个客户群体匹配的销售人员，他们得要有什么样的技能？所以这个问题要回答。有什么选项吗？就技能角度比如说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客户群体，对不对？
我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客户群体是大客户，特别大的客户，每年花很多很多钱给 Google 做广告，那你要匹配给他们的这个销售人员的素质和他们的这个专业性，跟你要匹配给一些就我们这个街外边，我开车过来看到一个杂货铺，他可能要做广告。我们要匹配给他的销售人员，可能要的技能可能不一样。前者是不是对行业要求很深？比如说，如果你给丰田做这个销售，你得对汽车行业足够了解。完全没错，非常正确，就要对行业要有了解，同时呢，就是说这客户可能他本来就很懂啊，你怎么样给他提高更多的附加值？而如果是一个街边小店呢，你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人就行了，你不需要去了解那么深，而且可能你也就是说个不好听的话，你可能一个人可能覆盖很多个这样的客户，因为不像大客户，很多人伺候一个。没错。这在现实的这个操作中也是这样。如果小点的客户的话呢，我们可能一个销售人员跟进的会多一点。大客户肯定你可以想象，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大客户的话，可能一个客户有一个团队去跟，对不对？然后小客户的话是一个人跟好几个，或者甚至更多。这个我突然想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是不是这么算的呀？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客户给你的收入，另一方面是这个销售人员的工资，然后是不是这里面就做一个匹配，说这俩就成比例，对吧？否则的话你就不赚钱嘛，是这意思吗？没错，工资和收入。没错，一个是你的这个产出，就是客户的这个销售额，对吧？一个是你的投入，投入不仅仅是工资，还包括了就是说你销售。等一下我会讲到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的，作为我们战略团队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他匹配什么样的这个工具，还有给他制定什么样的流程，还有什么样一个激励机制，对吧？所以刚才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了客户群体以后，怎么样给他配备合适的销售人员？然后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回答的呢是你已经匹配好销售人员了，给每个客户群体，你怎么样从这个客户群体里头，甄别出最有潜力的客户，把它分配给销售人员。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你即使把它分成20个群体，每一个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广告商，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销售人员去跟进所有的客户，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取舍。那你去制定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我有100个客户，我只能跟进10个、20个，你怎么样去选择这10个、20个？我们有个巨大的这个专门做这个 data science 的团队，就是这种模型化吧 ，modeling。没错，去看一些不同的这个指标，然后去看怎么样去甄别出这些。感觉把销售这事做得很科学。在我以前待的一些公司里面呢，更多的销售部门是比较靠近这个直觉那一部分的，2的那部分的艺术这一部分的。然后谷歌我们没有谷歌现在没有把这个销售完全做成这个科学，但是它把这个方块很大程度上向那边移动了。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然后第4个问题呢，OK， 现在你甄别出最需要销售帮助、需要他们跟进的客户了。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要回答第4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整个团队要回答的问题：你设计什么样的销售机制，能够最有效的去激励他们，明白，去跟进客户，然后让他们完成公司想让他们完成的目标。这个东西也是设计的非常的这个精细。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说 OK， 你现在有一个激励机制了，然后接下来销售为了让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给他提供他需要的工具？怎么样制定他的流程，让他工作变得简单？所以刚刚讲到这5个问题，我们整个团队100多个人，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公司更好的去回答这5个问题。非常的精细，管理的就是确实很科学。是的，从而达到终极的目标，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最大程度的把合适的销售力量匹配给合适的客户，从而最大化客户的这个他的这个在我们这边做广告得到的产出，以及我们自己的这个销售额。我听下来感觉是这样啊，就是说真正的销售在客户那边呢，就相当于一个人的手和嘴，他是专门跟人做接触的。你们部门相当于这个人大脑，就他指挥这个东西怎么做，对吧？应该怎么为什么怎么做，但他不会是具体做这个事，而是真正终端的人去根据你们的这些安排，最后呢整个一起最大化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比喻用的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也就是我自己也想过这个地方但是要回到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 sales strategy 这个东西在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业务里面，它其实扮演的角色很不一样。它跟真正的销售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很不一样。刚才你描述的是我们这个部门可能非常贴切，我们更多的是大脑，我们的销售部门更多的是执行，都很重要。但是在谷歌的这个大客户部，你可以想象说，客户的数量会少一些然后呢，更多的是这个关系驱动的。所以这个销售部门和这个销售战略部门做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他们和销售部门的这个关系也就很不一样。没错，没错。好的，那你现在在这边也工作一段时间了，就你的观察或者你现在对这个职位的了解，这个做销售战略 （sales strategy operation） 的这个事儿，适合什么背景的人、什么性格的人？然后他们就职业发展角度来说，后来都怎么样了呢？明白。怎么进的话呢？有几个技能是要必备的。第一就是这个战略思考的能力，就是你怎么样去把一个很复杂很大的问题，把它很快的分解成可以消化的很小的一部分，很小的就一步一步，然后怎么样你很快的去提供一个逻辑的框架。这个能力好像我们 MBA 学过不少。是有很多 MBA 吗？你们部门？我们部门90%，100多个人，可能90%都是以前的
咨询师。咨询师 MBB 什么这些。对。所以你是那10%哈。我是10%，就是背景是其他的。所以这一部分就是就你这个提的很好，就这部分怎么样逻辑思考，怎么样去有一个框架去解决很复杂问题的能力呢？MBA 会给你，然后呢，在做咨询的话也会给你。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了咨询，然后这2个是个非常好的背景。是。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个素质就是数据跟数据相关的，就刚才我讲到的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 tech 可能我可以 generalize， 然后讲说，不仅仅在谷歌我们这个部门，很多高科技公司，因为他们应对海量的客户，所以有很多的数据，是的。所以一些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整个部门100多个人，虽然我们的这个头衔都是做战略，对吧？但是几乎每一个做战略的人都能够写一些简单的这个 SQL。我还知道我们团队有个 director， 有个总监因为他是这样成长上来的，现在他还自己抓一些数据，因为他觉得自己抓得好。那我问你，你说除了咨询和 MBA 出来的人，有没有人是从分析师和 data scientist 专业部门的？这个路径存在吗？肯定是存在的。我现在接受到的这个样本还比较小，我还没怎么见着。明白。对，你现在接触的还是以咨询和这个 MBA 的这样的背景为主。对。那么这些人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会一直做战略吗？还是说有人会说 Axel 我去做别的事情去？对，等一下我再回答怎么出去怎么进来的话，刚才讲2点，一个是逻辑思维的能力，就是怎么样提供一个框架；第二个是数据的能力。第三个呢，特别重要大舅你应该对这一点应该深同感受。跨部门协调沟通的能力，因为谷歌包括很多其他的高科技行业的大公司都是非常扁平的，就有很多不同的部门一起协作才能把一件事给做成了。所以我大概平均的一天呢有6到7个会，然后跟不同的部门，包括市场部产品部，包括那个 data science 跟他们去合作所以交流沟通的能力特别的这个重要。最后一点说4点，最后一点呢是不断的学习的能力。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要学新的东西，因为这个市场瞬息万变，尤其是 tech 增长很快，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所以我不断的在工作中呢受到挑战，就是要去学新的行业，去学一些新的东西，跟客户相关的知识也好，跟 marketing 相关的知识也好，等等。然后回到你的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你。没关系。怎么样出去？我身边看到，我在这边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只有1年，但是就我的观察的话，我看到我身边的就100多个人的大团队，同时出去做，就出去的路子还挺广的。首先愿意出去吗？大家想出去吗？还是继续做这个？一般在我们部门会待，我平均的话，就我的观察应该是3到4年左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如果你将来想要做，比如说举几个例子，我看到的人出去做什么，有人就继续待下来，对不对？我就往上走。然后呢，这个部门就大到了我们整个战略部门大到了，其实我说的100多个人是我在的这个大的战略部门，其实一小块，我们整个部门更大。其实内部提供非常多的职业上升的机会。我们最大的老大是一个 VP，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待在这个 sales strategy， 在一个大的公司，你可以做到很高的位置。然后出去的人呢，我看到的刚刚提到谷歌会在不同的业务会有不同的做 strategy 相关的最近跟一个朋友聊，然后他去了谷歌有一个 corporate strategy，名字是叫Corporate Biz Strategy and Ops 去的那里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从中小企业的销售变成了整个谷歌不同的业务。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去了Partnerships 就是这个合作伙伴部门。然后他做的事情还特别有意思，因为谷歌跟苹果跟很多其他的大公司在不同的领域有合作，他呢就专门负责苹果和 Spotify，就看跟这2个公司在不同的领域怎么样去合作。感觉就是一部分是继续做战略，只是做不同方面的战略，销售战略、公司战略；还有部分呢就是不做战略了，做更多的偏业务方面的事情，比较这个当初具体把一个 deal 谈下来，对吧？具体把一个战略不是把一个合作谈下来的这个等等之类的一些事情哈。对，挺好。还有最后一个呢，我还看到就是继续我要做 sales，我做了这个销售战略以后，我发现其实做 sales 更加你看到你的努力和你的这个回报之间的这个时间更短，对不对？对，你直接努力，你可以看到你拿到订单，然后你的工资也会涨，有人就去做这个销售。对的。我就问一下，你觉得做直接销售和做战略你都做过吗？对吧？一个是在前线，一个在后线，你觉得哪个比较好，或者有什么不同？我喜欢现在的多于前线的销售。前线销售我做过6年，它有它的好处，最大的给我带来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让我学会了怎么样去听人说话，学会了怎么样去了解别人的需求。2学会了怎么样真的就是去拼了命的去完成一个目标。是的，你有一个目标，然后你一定要在一个时间要达成，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 failure。然后第3点就是学会了怎么样去，当你要去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的时候，什么样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怎么样去和别人沟通交流？怎么样去让别人接受你的观点？所以前线的销售非常棒。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在一个职业发展阶段，相对来说已经比较中期了。然后我希望有一些稳定，我不太希望成天到晚出差。然后呢，我也更希望做一些更加偏思考而不是执行的东西。没错，我现在工作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混合体，可能我
20%的时间在做数据分析，嗯，可能40%的时间在开会，嗯，30%吧，沟通，对，沟通。然后呢，有20%的时间真的就是纯思考，我要去想怎么样把我这些事儿做好。然后20%时间我跟不同的部门去协作，真的是要把这个事情给落地。所以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平衡，而且用很多大脑，对吧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雪哥 Ken 他的这个人生历程先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期呢我们会请雪哥专门讲一讲销售，因为他曾经是中国的顶级销售，销售这个事情怎么做，我们下期呢会继续讲。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给我们点个赞，然后怎么样呀？如果你喜欢雪哥，也给我们点个赞。那还有个问题，那就是雪哥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爱好，他曾经在中国是中国最早一批的这个脱口秀演员。那现在大家都看什么李诞的脱口秀大会啊，但是雪哥讲讲你当时的故事吗？这里说脱口秀就是这个 stand up comedy，不是那种访谈节目，对不对？对，就是一个人拿一个麦克风在舞台上，然后讲，就是我最早在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6年，然后遇到很好的2个朋友，一个叫王岩，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联系，他当时从这个加拿大回来，然后他在那边留学，然后喜欢上 stand up comedy， 他也喜欢 rap，然后就在这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时的上海10年时间倒退到这个10年以前，当然你想想，年轻人那时候的娱乐相对来说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你看电影，你出去吃个饭，唱个卡拉 OK， 逛个公园，差不多了。那时候没有脱口秀，没有那么多现场的表演。是的。然后呢，上海当时有的几个做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都是外国人在做，他们在外国的酒吧做，用英文做，针对外国人的群体。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机会没有人用中文做给我们自己这个本地的青年朋友们，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中文做这个脱口秀，所以我做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将近两年吧，结识了一帮非常非常棒的好朋友。这里面有些人现在也会上一些大家熟知的现在的一些脱口秀的节目我们在上海应该是做中文做的是挺早的一批人，然后我们就在各个不同的酒吧里去表演。我自己自己的高光时刻就是在12年走以前，在东方艺术中心，我不知道你对上海挺了解的，对不对？在那个科技馆附近，我做过一个专场，大概有300个人，就讲了可能有45分钟。对，就你一人？就我一个人，厉害但那个做脱口秀这个经历真的是特别棒，就感觉你们当时脱口秀都属于自学吗？还是说谁教你们怎么演讲？谁教你们怎么写段子呢？自学，就是野路子，不像大舅，你可能当时演讲，你的那个全国的冠军，可能接受了一些专业的训练。我们当时就野路子，就是我们一帮好朋友，大概7、8个人，然后我们每周星期天，每周有一天吧，我们会聚在，我现在还记得在哪里，在上海长寿路地铁站附近有一个地下有一个红酒庄，我们在那儿把场地包下来，聚在那边，然后大家就一起写段子，就把自己写好的段子跟大家相互分享，然后去修改，然后大家相互讲，然后大家给相互提意见，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打磨内容。第二就是更好的 delivery， 更好的怎么样把这个内容给展现出来。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经历。哎呀，可惜你后来去哈佛念 MBA 了。如果你留在国内，因为后面脱口秀它火起来了嘛，对吧？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脱口秀大会等等，什么吐槽大会，各种节目嘛，对吧？如果你现在还留在中国，说不定你也可以参加这样一些活动。对，说我如果当时留下来的话，没悬念，我肯定就一直做下去。说不定现在我们还是在访谈，但我们谈的可能东西就不一样。是不一样。对，你在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有很火的那个演员叫黄西嘛，对吧？Joe Wong，你跟他有些交集吗？我跟他有交集。我到波士顿读书的时候呢，正好就去看了一场，那时候黄西还没回国，他在波士顿看了一场他的演出。然后就跟他在那个演出上认识了。后来他在哈佛做了一个专场，用中文做，就在哈佛一个叫 Broad Theater，然后我给他暖过一次场，我大概讲了10几分钟嘛，然后他我就让大家这个暖一下场，然后把巨星给请过来，所以跟他有一些交集，学到很多东西，不错吧？他非常棒，非常棒，对，他是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个事。对，而且尤其作为一个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用英文做，这跟文化相关度太高了，跟语言文化相关度特别高。对的，你同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文的梗，你把它翻译过来，就完全不好笑，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能够游刃有余，在2种语言之间，面对2个观众群体都能做好，非常非常的值得敬佩。不错。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就差不多了，感谢雪哥。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请给我们点赞，也感谢大家在这个 B 站给我们的1键3连。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在屏幕上看到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你扫他的二维码就可以加你进我们的观众群，在群里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分享，也希望你呢把这样好的节目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如果你对销售战略、对脱口秀有什么样的看法，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的，那谢谢大家，也谢谢雪哥。那我们下次节目雪哥会专门讲销售的事情。那雪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花时间来看我跟大舅这个节目，也谢谢大舅来邀请我，然后很期待下一期再跟大家见面。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